今天的曼谷 SOK， 我们完全切换到极致耍废模式。雅令在饭店泳池里清凉消暑，享受这份难得的空灵感。好了。而 John 决定实践那句“换个环境工作更好”的名言，只不过他现在正准备亲身体验，看看在曼谷放空是不是真的能让灵魂大升级。话说回来，身心灵升级固然重要，但五脏庙的升级才是重头戏。样特别交代，来到曼谷绝对不能错过最正宗的船面。我们在饭店附近搜寻，还真给我们找到这一家隐藏版摊位。喝了清凉的龙眼冰茶，重头戏船面上桌啦。John 选了汤头浓郁的汤面，雅玲则选了香气四溢的干面。这面一端上来，那天然香料的层次感简直扑鼻而来。有趣的是，我们特别点的这份菜盘，满满的豆芽和9层塔，看着总觉得有点怪怪的。不过既然来了，我们就干脆通通加进面里拌着吃。虽然不知道在地人看到我们这种豪迈吃法会怎么想。经过一番努力，面是吃完了。至于菜盘，我们已经尽全力，不要再逼我们了。这辈子吃面没配过这么多9层塔，满嘴的9层塔味。既然定义为耍废日，那就在饭店周边的 SOK 商圈随心走走吧。这里不愧是曼谷的心脏地带，放眼望去，人车鼎沸，充满了这座城市特有的生命力。才3月份，这里阳光热情的让人有点招架不住，但路边林立的小摊贩总能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像是现点现做的香蕉蛋饼，好有异国风味。我们沿着街道慢慢逛着，脚步不停，因为下一个目的地已经锁定。我们现在正准备去搭乘空铁 BTS， 因为今天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，我们要前往一家传说中的米其林推荐餐厅。究竟这份隐藏在巷弄间的美味值不值得排队？跟着我们一起去揭晓吧。曼谷空铁 BTS 自1999年12月5日正式通车，不仅是泰国首座轨道交通系统，更是缓解曼谷恶名昭彰塞车问题的救星。目前主要分为绿色的苏坤卫线与蓝绿色的席隆线。送的空铁站这次来了。曼谷空铁范围涵盖了曼谷最重要的商业与旅游核心，从北边的恰图恰、市中心的暹罗广场，一路延伸至东南方的北兰府。这条城市动脉运行在高架轨道上，让我们能一边避开车阵，一边俯瞰这座繁忙城市的壮丽街景。我们在 Phnom Chit 下车喽。空铁这里需要买票，但曼谷捷运比较进步，直接拿信用卡就能感应进站，超级方便。不过一出空铁站，考验才刚开始。这里的路就像迷宫，这时候一定要请出 Google 地图大神来带路，不然在曼谷街头，我们真的会完全失去方向感。转了好几个弯，穿过曼谷热闹的街头，我们终于找到它了。这家餐厅位于曼谷的奔吉区，就在曼哈顿广场里面。它的名字叫泰尼永餐厅。大家可别小看它，这间店不简单，它可是连续多年获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实力派，味道绝对是挂保证的。一进到店里，就能感觉到那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氛围。这里主打泰国大江南北的家乡味，特别是北部的特色料理，更是让饕客们趋之若鹜。我们今天就是冲着这份摘星的美味而来的。跟着雅令和 John 的镜头，我们要开始这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喽。这就是我们在 Tinium Cuisine 点的第一道菜，也是超级期待的泰北风味开胃菜拼盘。一上桌，那丰富的色彩和道地的香气简直让人垂涎欲滴。接着上桌的是第二道泰式酸辣咖喱鱼锅，鱼肉鲜甜搭配酸辣汤头，超级开胃。第三道则是店内招牌泰式蜂巢炸蛋，金黄酥脆的蕾丝外皮，口感层次丰富。雅令和 John 这一顿真的吃得酒足饭饱，这场米其林午餐太精彩了。
就在米其林餐厅旁边，我们发现了这间装潢非常吸睛的小店。你看，这家餐厅主打的是泰国国民美食 Somtam，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青木瓜沙拉。这种料理方式非常传统，师傅会将新鲜青木瓜丝、长豆、番茄、花生和辣椒放入木臼中，加入鱼露、柠檬汁与椰糖，一边捣一边拌。告别米其林餐厅的精致优雅，我们转身投入曼谷最接地气的洗礼。从 Phnom Chet 往 Nana 走，这段路是真正的城市障碍赛。这里的人行道像是一场空间压缩实验，你得侧身闪过滋滋作响的露天烤串摊，再优雅地绕过正等待载客的排班机车，路径狭窄却充满生命力。转进苏坤卫四巷，就像是不小心按下了好莱坞电影的播放键。这里的空气瞬间变得滚烫，混合着劣质汽油、热气腾腾的街道小吃，以及从无数间酒吧飘散出的酒精味。欢迎来到曼谷最著名的 Nana 区，一个永远不眠的感官迷宫。走入巷子中心，两旁的霓虹灯闪烁到让人晕眩。John 突然停下来，指着一间充满美式风格的露天酒吧惊呼：“雅玲，你看，这根本是前进高棉或特务电影里的场景吧？”这些在酒桌间穿梭的女郎与我们常见的酒促不同，她们是受雇于店家的公关，她们不只陪客人喝酒、打撞球，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客人请她们喝的一杯 Lady Drink。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，也是这里维持运作数十年的独特经济规则。第一次走进这种大场面的雅令，眼神里藏不住万分的惊讶与好奇。看着这些衣着大胆的女郎，以及那些像是活在另一个时代的酒客，这对他来说绝对是一场视觉震撼教育。虽然充满冲击，但那份曼谷限定的魔幻感，却又让人忍不住想继续看下去。SOA 4不只是一条巷子，它是曼谷欲望、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缩影。在这里，混乱就是它的秩序，而这种让人目眩神迷的冲突，正是曼谷最真实也最狂野的灵魂。接下来我们准备精彩的夜生活，但是雅令突然脸色发白，颤抖着说：“完蛋了，我的护照不见了！”那一瞬间，空气仿佛冻结，惊吓指数破表之际，雅令在包包摸到了那本硬硬的封皮。这场惊魂记给了我们一个价值连城的教训：物归原处。收起惊吓过度的心情，我们决定要用更高的视野来压压惊。接下来这个地方是现在曼谷最红、最难排队也最科幻的景点 Tichuca Rooftop Bar，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水母酒吧。这家酒吧位于 T1 大楼，一来到楼下你就能感受到它的威力，长长的排队人龙全都是为了它而来。这里的点餐流程很现代化，大家跟着人群排队，先在柜台确认点餐与身份，然后才能获得通往云端的入卡券。抵达最终目的地46楼，电梯门一打开，那个震撼感是文字难以形容的。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、发着幻彩霓虹光的水母建筑，它那细长的 LED 触须随风甩动，就像是《阿凡达》电影里的生命之树出现在曼谷顶端。我们好不容易挤进了人群，找了个视野绝佳的位置。身边围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，大家跟着节奏感强烈的音乐轻轻摇摆。这里不只是一家酒吧，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云端社交派对。哑铃点的是清新气泡饮，透明的气泡在灯光下闪烁，喝一口，清爽的果香瞬间洗去了曼谷街头的燥热。John 点的是 Whisky with Rock， 威士忌的泥煤香气在冰块中缓缓释放，这种厚实的口感刚好平衡了刚刚护照惊魂的余悸。你可能会好奇，这家酒吧为什么能从曼谷成千上万的 Sky Bar 中脱颖而出？独特的视觉设计 ，Tichuca 的设计灵感来自丛林。那个巨大的 LED 水母，其实是手工竹编与现代光纤的结合。它打破了传统 Sky Bar 只是看风景的无聊感，
让这里成为了埃及上最强的打卡标签。地缘优势，它位于 Thonglor， 这里本来就是曼谷的高级住宅与文青区，比起老牌的观光区，这里更带有一种时髦的、属于在地精英的气息。曼谷的空中战场，为什么曼谷有这么多空中酒吧？气候因素，泰国天气炎热，夜晚的高空凉风是天然的冷气。城市景观，曼谷的建筑物高低错落，且早期建筑法规相对宽松，让许多摩天大楼能直接在楼顶经营露天餐饮。观光竞争，曼谷酒吧文化极度内卷，每家店都必须有绝活，如 Le Blua 的金顶、Octave 的360度环景，才能在高空战场存活。站在46楼的边缘，风在耳边轻轻吹拂，带走了刚才护照惊魂的最后一丝余悸。从这里俯瞰下去，原本在地面让我们焦虑的那些塞得动弹不得的车阵、不平整的地砖，还有那巷弄里的吵杂，在这一刻全都幻化成了银河般的流光。这就是曼谷的魔力，它在地面上野性混乱，却在云端展现出了一种近乎冷静的温柔。那条苏坤卫路就像城市的大动脉，红色的尾灯与白色的头灯交织，节奏缓慢却充满力量。水母酒吧设计师利用竹材的韧性搭配光纤技术，让这座建筑在46楼的高空随风摇动。每当重低音落下，水母的触须就会随之变换颜色。这种科技与自然的冲突感，完美契合了现代人对于逃离城市的渴望。即使我们正站在这座城市最尖端的顶楼，在这种高度看世界，人的烦恼会变得渺小。曼谷的空中酒吧提供的不只是酒精，而是一种抽离感，它让你暂时离开那个混乱的地表，从造物主的视角去重新观察并爱上这座不完美的城市。如果你问我曼谷最美的时刻是什么，我会说，就是在这46楼的高度，看着城市的灯火渐渐模糊，音乐与风声重叠。这就是曼谷，一个永远充满惊喜，永远让人心跳加速，却也总能治愈你的魔幻之都。这场生活体验营的曼谷之夜，我们在水母的怀抱中找到了最完美的据点。